文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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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公子！实在不行，我就翻墙进去吧。请问，你找谁？请问文公子还在吗？在啊。那还活着吗？我活着呀。啊？没关系，我这还会点外家功夫的，所以谁想杀我还费点劲呢。我们白担心一场，一会儿让三炮回去给文夫人报个信。尔朱离，我们刚去过文家，他一直担心你。是吗？你那小弟脾气可够暴躁的呀。他自幼学医，为人宽厚，最近也不知怎么了，风性大发，他把贴身侍女啊都赶跑了。绿桃从小跟着他，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。可惜呀。有一件事情我有点好奇，但是可能有些冒昧啊。你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回家住呢？毕竟文公身体不是太好，不是吗？说实话，我跟我父亲并不亲近。早些年少不经事，闯了不少祸，差点被我爹逐出家门。我4年前去邓州做事，取了功名才赶回长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也来吧。我文某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请，里面小酌几杯。好啊。死者后脑有伤，疑似撞击或是钝物重击，死亡的原因呢比较常见。但是这种剥皮手法却是匪夷所思，精彩绝伦呐！你看，死者的脸上神经萎缩，血液凝固，双颊与颈部有麻药的残留，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……哎，少来！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先用麻药敷脸，麻痹的神经再用冰敷，待血液迅速凝结之后立马下刀，在血液恢复液态之前切下面皮，刀口整齐，脉络清晰，下刀稳准狠，技法如神，佩服啊，佩服啊！长安城能做这件事的有几人？闻所未闻。再想想，仔细的想想。如果你肯牺牲自己，让我做一次活体实验，说不定我可以。大小来定零锁，开小。水里摸条鱼。快呀快呀快呀！摸条什么鱼？食特别足的鱼，手里拿了个偷来的钱袋，是条滑溜鱼。赵猫儿今天买酒阔气得很，还跟我东家打听哪儿脱手和田玉价高。滑溜鱼，滑溜得很，混坝子口那块地儿的。带我下水。赏你的。他不是犯了什么案子吧？杀人案，你信不？不信。就赵猫那个胆子，最多偷个钱袋子，你让他杀只鸡，哭给你看。哎，我钱袋呢？啊，李少卿，没事儿，你跟四娘这么熟，她不会杀你的。谢谢紫苏姑娘。我们再去趟唐家。你坐下吧。是。我叫小云，跟小四一起陪着阿兰已经有8年了。可是小四那天和阿兰出去之后，也没再回来。你不要害怕，跟我们说一下，有哪些人对唐阿兰还有心思？我知道一些。和阿兰有婚约的是文家大公子，可是文家二公子也在追求阿兰。文涵。是，二公子给阿兰画过很多画，
还买了香猫眼的发簪，都是让我带给阿兰的。2个人时常有书信往来，吟诗作对，所以我感觉阿兰也喜欢2公子。每次提起与文大公子的婚约，都会泣不成声。你这是帮了大忙了。奴婢不敢。怎么了？主人说，阿兰大婚之前回不来，我们都得挨板子。什么？主人还说，总之这门亲事不能出错，不能推迟。如果出了岔子，非但误杀，连命都保不住了。文家人真的得罪不起，2位官人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嘞，下一个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看都不让看呀！我偷的吧？哎，赵猫儿，哎，这不是我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捡的。捡的？再嘴硬我马上报官。偷的。哪儿偷的？死人身上吧？不，赵猫儿，你的脚印留在作案现场了。那个，知道官府会怎么说吗？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赵猫儿，你不怕死人？我当时喝了点酒，趁着酒劲儿，我就把钱袋给拿走了，不拿白不拿。你不怕厉鬼找你报仇吗？不，那个，青天大老爷，三清在上，真不是我呀！我真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！就这么点胆子啊？我问你，你没被那张脸吓湿裤裆？是什么？剥了皮的脸啊？哪儿啊？哎，那你见到的死人什么样？他挺清秀的，然后跟个娘们似的。你当真进的是四娘的凡舍？对。明天就是大婚了，你就乖乖听话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主人，快开门啊！主人，半夜3更的叫什么呀？阿兰回来了。啊？阿兰回来了！快！这都半个时辰了，阿兰，你说句话吧。阿兰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？明天文家就来迎亲了，你这，不然咱们推一推吧。哎呀，人家那边得给文老冲喜，你说咱们这儿啊，能有什么理由呢？怎么能说推就推？你说咱们唐家的脸面何在呀？啊！哎呀，阿兰呐，你明天能行吗？你看，我觉得呀，阿兰心里边喜欢文公子，这也都申了，不然就歇歇吧，好生服侍。是，主人慢走。
夫人，走。阿兰，四儿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阿兰，阿兰，你倒说句话呀！阿兰，你受风寒了，滚开！萨摩，来壶酒。哎，阿兰昨晚回家了，下午在文家摆婚宴，咱们去吗？这么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才女，竟然为了老爹的仕途，居然嫁给这么一个浪荡子，是可怜了。真是可怜，可笑了。好热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滚出去！文家的实力，这婚礼的排场也太小了吧？是啊，就是。哎呀，听说呀，是为了给文公冲喜临时办的。是吗？而且啊，我还听说文公病重，由文夫人主婚，说什么婚礼习俗中西合璧，这也太扯了。就是啊，真是，这什么道理啊？你看看这好好的姑娘。哇，好大的宅子啊！真不愧是文国公啊！啊，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千万别手痒啊！哎呦，我知道，我不会乱碰的。待会儿给我仔细辨认。哎，不要！里面，这不是萨摩公子和李少卿吗？恭喜恭喜啊！我们得到文公子的邀请，怎敢不遵命前来赴宴呢？哦，昨天麻烦你们帮忙带信了，我二助理应该敬你们一杯。客气。怎么没见着文二公子呢？刚才在这儿，可能在前厅。你去那儿找他吧。啊，我们昨天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，所以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好，我们去找他。好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哎，等等我！欢迎新郎与新娘入场。下面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夫妻对拜。恭喜！恭喜啊！
哎，赵毛二呢？送入洞房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婚礼很有特色啊！谢谢。以后如果你结婚，我也给你办一个。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公子的马在外面发了疯，又乱踢又乱撞的。怎么出这个人啊？不会闹出人命吧？哎呦，好身手啊！去！阿兰，阿兰，让我看看你。别忙了，来我这儿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啊，你总是追着我乱打乱闹，怎么现在你我成了夫妻，反倒害羞起来了？阿兰，让我看看你。你怕我？这茶，你这茶里有刚才死的那个不是文涵，那是谁？只是个替死鬼罢了。真正的文涵已经死在凡社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玉佩和钱袋是赵猫儿偷来。他当时潜入房间的时候，尸体还没被剥下脸皮。结合出入时间和验尸的结果，可以断定，死者必是文涵无疑。也就是说，之后又有人偷偷潜入了房间，把文涵的脸剥了下来。你听说过五谷换头术吗？那只是传说吧。对于身量相当的人来说，
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面容，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你是说，昨天我们见到的那个文涵，只是一个冒牌货？这样既可以除掉文涵，又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，真是一计高招。我问过唐家的侍女，她说文涵和阿兰有过旧情。什么？此事若已被文丽得知的话，会不会借了阿兰之口，将文涵约出来，然后设计害死他呢？我们得马上回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叫了别叫了！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我，帮你把那块皮给你扯下来。那个什么西域的易容术，纯粹就是骗人的玩意儿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的脸已经开始溃烂了吗？再过几天啊，你就会感染而死。要不是我啊，及时的给你用药，说不定你还等不到那一天。你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？你喝的茶里面有山茄散。他说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他就放我自由。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毒啊？他是谁？他是尔朱离，这场画皮大戏的幕后元凶。你到底是谁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就是被文涵赶出家的那个侍女，绿桃。绿桃？我是绿桃。你怎么知道？唐阿兰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受过严格礼训，所以走路时肩部会略微后倾，脚掌拖地。因为她要适应过长的裙摆，长期形成了这种走路习惯。而大欢那日，你走路的时候，肩部前倾，略向内缩，背微驼，只有低眉顺眼的奴婢才会有这种身子。随后从正门到前厅，再到洞房，你都熟门熟路，所以你一定是文府的奴婢。而这一天，文府的婢女好像只少了一个，那便是绿桃。那他为什么会赶你走啊？文涵，滚呐！文涵为人宽厚，性格沉稳。当他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即将嫁给自己哥哥的时候，彻夜难眠。而你作为一个奴婢，劝他放手，激怒了他，所以被赶出文府。因为他心气儿高，不想让一个下人说三道四。可是他的心里只有唐阿兰。可是我爱他呀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受伤。我知道我配不上文公子，可我别哭了啊！再哭，你的脸就要烂掉了。而朱离正是利用了你对文涵之情，骗你说西域的易容术可以把你变成唐阿兰，从此你和文涵就远走高飞。原本是这么打算的，可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。这你也相信啊？换脸之后，你约文涵在凡舍见面，打算私奔，可你没想到手术并没有成功，被他看出破绽，于是你痛下毒手，杀人灭口。那是一场意外。二公子他要找我见官，我情急之下随手一推，磕了他的后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二公子。尔朱离剥下了唐阿兰的面皮换给你，随后再剥下文涵的面皮换给了唐阿兰失踪的书童，让他冒充文涵。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文涵其实就是那个书童。而朱离借书童掩人耳目之后，又伪装金马失控，杀出了灭口。高手。可是四儿怎么会答应夫人呢？应该是和你一样吧，对心仪之人，欲知却不可求。书童暗恋小姐，丫鬟暗恋公子，为这点事就杀人，什么世道？夫人，他现在在哪？已经抓住了。多亏了赵猫儿。好。夫妻对拜。怎么一股腥味儿？
该是唐阿兰的尸体。我有罪，可是夫人说她会帮我收拾残局的。你傻呀，他是在利用你，他还想杀你灭口呢。这尔朱离杀了3个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文公子，哎，文公子，啊！放开！让我杀了他！放开！放开！就是好生放开！住手！让他杀！我尔朱离不能跟心爱的人长相厮守，如果能死在他的手里，也是很好的。啊！文丽，你敢承认吗？你说话呀！4年前，你爹发现了咱们2个人的事儿，我求你把我带走，我跪下来求你，但是你走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。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，你居然说你爱上唐阿兰。文丽，你看着我，你爱他吗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？我娶的人永远不会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家世清白、性情贤淑，能当温家好主母。你以为叫绿桃假扮阿兰下毒，我就可以改变对他的印象？你错了。即使我不娶唐阿兰，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他们不懂你，只有我最懂你。毒妇，蛇蝎心肠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？温丽，他快不行了，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，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长相厮守，一起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多么吗你！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一个女人，为了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竟然杀了那么多人，这不合理呀！有什么不合理的？男人如果喜欢她，自然会带她走；可是不喜欢，她杀那么多人，有什么用？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那个人又不肯就范，你打算怎样？还能怎么样？用我的诚意打动他，用我的爱心融化他，用我的弯刀切牛肉给他吃。的确，我娘说的没错，女人心海底针，越美的女人心眼就越坏。你看，你心眼那么好，所以咱们才能继续做朋友嘛。
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疗伤。疗伤？哎，你哪伤了？有事没事啊？用不用双叶来？哎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吴大当家的怎么还不来练功？大概是睡过头了吧？啊？不会吧？好像南哥已经去请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天亮了，该出来练功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当家的出事了！来人呐！卖桃儿大早上的丧这个脸，谁欠你钱了？每天晚睡早起，干不完的活比驴还累。累就抽一袋呗。不良嗜好。不良嗜好，架不住老娘乐意呀。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这帮无聊的官差，揪着别人的小小嗜好不放。上街变个戏法，观众被吓晕，能怪我啊？搞得我现在在长安城也不能自由出入了。那就好好干活。干着呢，老板娘。钱没赚着，还落一案底，倒霉。找李治了？切，他铁面无私又小气，怎么可能帮我？你帮了他那么多次，就这点事儿，他随便打个招呼就能消了。好，那就找他。想到他那得意洋洋的鬼样子就烦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老娘抽水烟。尸体冰冷，皮肤苍白，轻微水肿，肌肉收缩，尸斑浅淡，口鼻部熏样泡沫。
没错，可以确认这个武士是溺死的。溺死？你看，尸体的手掌和脚部出现肿胀，但无擦伤，死前没有剧烈挣扎，有意思。能够确定他具体的死亡时间吗？根据尸斑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的子时到丑时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可以凭空溺死，这一点就很奇怪了。李少卿，人证带到。小人周南见过李少卿。你是昨晚最后一个见到胡毅的？啊，回官人，是的。昨晚是我伺候当家的睡下后离开的。当时什么时辰？啊，是夜里子时。昨晚可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哦，除了昨晚当家的有一点暴躁。暴躁？对，其实这几日当家的都有一些暴躁，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。后来早上也是你发现了尸体？哦，是的，当家的要我每天早上喊他起来练功，大家一起练。平时我在门外一喊他，他就会应一声。可是今天我喊了很久都没有应我，所以我就推门进来了。我才发现他被淹死在床上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淹死的？他那个样子还不明显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的，服饰也见过不少，就是他这个样子的。糟了，老大！老大，又有人溺死在房里了。又是谁？是一个修鞋匠，他老婆回了娘家，结果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她丈夫已经死在床上了，而且民间有个传言。什么？说这是龙王之怒，因为今年长安城里有人对龙王不敬，所以……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这一说。这八水指的是渭、荆、风、涝、豫、浩、阐、灞这8条河流，它们在长安城4周穿流，而最终都汇入黄河。这长安城的气运自古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为了百姓安居乐业，陛下每年都要斋戒7天，来供奉这8水中的龙王，让他们庇佑百姓。那这龙王怎么又会发怒呢？可是今年呢，在陛下斋戒到第6天的时候，出了怪事儿。忽然大雨滂沱，水排不出去，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陛下不得已终止了斋戒，回到了宫里。后来民间就开始有传闻，说有2位龙王没有被供奉到，怕是要迁怒了百姓。三炮，怎么总是口无遮拦？老大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和双叶在这里继续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你让萨摩和紫苏和你一起去鞋匠家。是。哎，就这儿啊！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民间流言四起，棘手得很，咱们还是赶紧破案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这2起案件是同时发生的？很有可能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准确的预估他们的死亡时间，所以说不准。我看这家的房子附近地势挺平坦的，不可能是引水进来把它淹死，再把水引走，没有水源聚集地啊。而且这房子背靠青山，前有暗山，中有明堂，按说风水不错呀。那姑且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通过引水来把它给杀了。可房中只有床褥有水，其他家具都没有被水泡过的痕迹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觉得是有人把他在水里溺死之后再放到床上，所以只有床上有水。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进去看现场。走吧。
官人们啊，这死者的娘子，快安慰一下，快！相公死得冤啊！大嫂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了？都是他得罪了龙王，才遭此祸事啊！他怎么得罪龙王了？前些天，他因为几文钱跟人起冲突，那小子凶险不给钱，我相公追到河边，没想到那小子为了赖账，竟然跳小河游走啊！我相公气不过，骂了几句龙王不长眼，没想到龙王就怒了，派了下笔那龙王淹死我相公！你太草率了！为许这就供奉哪吒三太子，今天明天将为你报仇雪恨。那你有看清楚那个跳河的小子是谁吗？不清楚啊！听说他是武行的人。武行？会不会和那个胡毅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胡毅的小跟班，我听人说过。胡毅。就是胡毅的那个小跟班，我听说过。看账本醒了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，不用还价了，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那我们说说吧，你之前见过那个跟班吗？见过，他一直跟随胡毅学武，晚上就住在胡府。哦。那当天晚上他也住在胡府吗？对，是他伺候胡毅睡下的。早上呢，胡毅的尸体也是他发现的。要真是他，这一个晚上两边跑，也不嫌累吗？所以这个人呐，还得信命。命当如此，想逃你都逃不了啊！可我听说胡大当家之前请大师打过卦，还请了护身符随身带着，合着这都白请了。何止呀！你们知道胡毅为什么叫胡毅吗？为什么呀？他本身呢是个耍大刀的，因为他命里缺水，所以听了算命先生的，把名字改为毅，就成了胡毅了。哦，你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胡武师啊，之前有人说过他八字轻，后来他不信，结果啊总遇到这些个邪门的事儿。后来他找算命先生算。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奇特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格来着，他命里缺什么，但是又怕什么，总之是跟水过不去，所以最后还是死于水中了，敌不过命啊！哎，练吧练吧练吧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拜龙王。看来之前水冲龙王庙之事余波未了，明月左右啊，龙王保佑啊！大哥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最近长安城里刚死了2个人，好像都是被龙王给淹死的。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怕龙王迁怒，得赶紧献上祭品，以保周全呐。什么人在做这些事？哎，这么大的祭拜仪式都是长安城那些大富人家出钱安排的，反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跟着做就好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跟我们一起拜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两位官人又来了。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些情况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都是命。你这个护身符挺特别嘛，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见你带过吧？
这位官人记性真好，自从老田走了以后，为了抵御龙王之水，才特意佩戴的。龙王之水，这是在哪吒庙开过光的。龙王再来，自有三太子剥他的皮，抽他的龙筋。啊，两位官人，进来说话吧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哟，你们家哇塞，多了这么多好玩意儿啊！这是长安城的妇人送来的，跟我非亲非故，真是大善人呐。听说我们家遭到了龙王的惩罚，所以送来了一些东西，说是慰问家里，给我减轻些生活负担，还送来了一些辟邪的器物呢。真是人傻钱多啊！不，我是说心地善良。你说这大善人咋也不救济我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大善人是谁啊？就是富甲一方的吴洪熙大善人呀。难得这么有钱的人接挂我们如此穷苦的百姓呢。啊，我去倒茶，你们坐。啊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这个大善人可真是大慈大悲啊，菩萨心肠。不想撤案底了是不是？哎，这边取刑检啊！感谢啊！恭喜！感谢上光。哎，这么多人，不会是在开仓放粮吧？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用销案底。哎，知道了，用得着管我吗？我就看一下，不会耽误你破案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麻烦问一下，多谢啊！他们这么多人是在干嘛呢？多谢上光。吴洪熙要过寿，宴请全城的百姓，见者有份。好久不见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我要去排队了。又是这个吴洪熙，真是大好人呐！二位来到门前就是客人啊！一看二位气宇不凡，风姿潇洒，若不嫌弃，请二位进府喝杯清茶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不给面子。嘿，请。恭喜啊！正所谓呢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吴洪熙是个生意人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庭院里四周都是水，且抱门而出。如今呢，这活水被阻拦了，变成了死水，所以说这财呢就出不去也进不来，只能困于这死水当中，财气尽断。你看池水都变黑了，想必呢是近日的传闻。吴洪熙怕这么大的池子容易招来水的祸事，所以把这活水都给阻断了。吴洪熙还信这些？不懂了吧？现在这有钱人呐，都相信什么财运呐、风水啊什么的。哎，你看像我，穷光蛋一个，我哪还有心思顾及那些啊？不过，我原来一到没钱的时候啊，就专门到这些有钱人家去看风水，给他们随便摆布局什么的，就能很赚一大笔。反正他们钱多了也没出事。二位贵宾久等了，请在此贵宾名册上留下您的姓名，明日送到。他叫李志。哎，到时候一起来啊！不来，区区一商贾，他也配？哼，没事，别在意啊。他那人就那样。我叫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千万别写错了啊！放心吧，明日一早送到凡社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，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。
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雇了武师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官人，官人，哎，官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！官人，我住嘴！小人见过官人。三胖，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是这样的，他们说西郊山顶上有龙，我正要去看一看。我刚一出城门，就看见他在城墙边上烧纸，面前摆着一碗米饭，然后神神叨叨的，嘴里说着什么不要怪我赶紧安息吧之类的话。我一看他是武师胡一案的相关人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你在给谁烧纸？回官人，是烧给我师父胡毅的。为什么不在他家烧，要去龙王庙？回官人，他是我师父，我自然希望他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点。老大，我到了以后，他鬼鬼祟祟的，一搜身上有写着胡毅名字的布偶，写满了诅咒。他除了脾气不好，打过你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他一直都瞧不上我，说我练武也是没有出路的，说我是练野路子的杂种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把他给杀了。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我只是因为之前和他有些不和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害怕他回来找我，所以我才……那你认识小鞋匠田一秋吗？认识。他也死了，和胡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据传，你和他也有结怨。没错，他弄坏了我的鞋，还要跟我收钱，我当然不干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那儿了。错。后来你对他也有记恨，就把他也杀了。不是的，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。那你为什么心虚？我只是害怕他们死后都回来找我。你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怕他们找你？带下去吧。官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官人，我冤枉的，官人。现在就说周南是凶手，会不会太草率？怎么了？胡毅跟田一秋都死在同一个晚上，而且死亡时间也相差无几。如果凶手真是周南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，在两个相隔甚远的地方，杀死两个健壮的男子呢？如果有同伙的话，那也不难做到。所以就需要我们再详细的调查一下。我回来啦！你先下去吧。事儿办成了吗？哼，只要我把这个龙王杀人案破了，李治分分钟帮我摆平。那案子现在破了吗？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个嘛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就知道吃。请问哪位是摩多罗萨？请问哪位是萨多罗？哪位是多罗罗？您的酒。
萨摩多罗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请柬上写的确实是萨摩多罗。请柬？我家主人请萨摩先生2日后准时赴宴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我的名字，萨摩多罗。萨摩多。走走走。您收好。公子，里面请，请。里面请，请，请，请。当心脚下啊！您请。来，您往这儿走。哎，你们这儿的风水很特别啊！哦，主人请风水先生过来看过，说是财要旺就得这样摆，这样的话吴府的财运才会源源不断。哼。公子啊，公子还是请随我到前厅吧。今天晚上主人可是准备了全鱼宴呢。怎么不是烧鸡呀？哎，有没有烤羊烤鸭？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吴红熙的府上，你猜怎么着？撑着你了。只回答对了一半。案子能到这程度，没工夫听你在这瞎扯。哎，老大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这个周南啊，因为从小在水边生活，所以他水性极好。切，水性不好，敢跳到河里去游泳？你别打岔啊！而且有人看到啊，他总在河里游泳，几乎每天都不间断，冬天都敢往冰河里跳。接着说。他对这2个人如果积怨很深的话，他可以给这2个人下蒙汗药，然后把他们2个拖到水中溺死之后，再拖回床上。这会儿呢，药效也过去了，尸检也检不出什么。这样等到第2天早上，有人发现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胡毅的起居啊，每天是这个周南来照顾。这个田一秋呢，娘子又回了家，所以只剩他独身一人，所以杀他呢，也并非什么难事。怎么这种眼神看我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棒？走吧，陪我再去一趟胡府。我呢？你去找一趟双叶，帮我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很棒吗？你猜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现场的情形？大致记得。当时是不是水积满他的被褥，连床边的地上也有水？没错。那除了床边，其他的地方都完全没有水渍。你当日没有来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鞋匠田一秋家的状况也是一样的。死者应该不是被杀死之后又带回现场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个地面上跟床上应该都差不多会有水渍，又怎么会当你们赶到现场时，床上水渍未干，而地上一点水渍都没有？而且，这被褥湿的程度，也不是一个人身上能带回来的水吧？那会不会是凶手故意在床上弄了很多水？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怎么？刚进来时我没有注意，这里的风水也被人改变了。3句话不离风水，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这些东西看似摆得不经意，实际上却悄悄地布了一个局。堪舆术语叫现空陀，天下最阴的阵法。亡灵在这个阵中无法超度，被困于庭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是说，有人杀了人之后又来布了局？哎，打听一下，
这些东西都是谁摆放的？哦，都是胡师傅生前的好友送的。还有那个姓吴的大善人送来一些东西，都是随意的堆放在这儿的。谢谢啊。哎，又是这个吴洪熙。看来这个吴大善人还真是有钱人呢。这个吴洪熙以前做的是土产生意，后来经高人指点，就改做水产生意。自此以后啊，那是做的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一时无两。这么说，这吴善人风水还挺好，还真是靠水发的财。哎，今晚还有寿宴呢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又不用销暗地。问到了。你问到什么了？您这边请。双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要走了，我可不能让吴大善人久等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那，你猜呢？